关于金蛋子盆景的修剪，从整个金蛋子培育的过程看，大致分为2个阶段。金蛋子盆景还没进入正式开发结果前的修剪，这个阶段主要是对成活后的金蛋子按照造型设想进行续剪，即对枝干的蓄养定型修剪，或对工桩进行嫁接后的修剪。整个过程是围绕造型进行，不受结果的限制。在这个修剪阶段，对桩体会进行大的修整，像这个接口要挖掉多余的部分，形成一个基本的过渡。金蛋子的皮层很难愈合，但容易形成烫发，与皮色相近，时间稍长会变得更加自然。修整完了还是抹点愈合剂，要阻止水分的蒸发。这个部分原本是一个直立的干，去掉的时候特意加工了一下。金蛋子尽量的玩苍老一点，它的肤色适合这种状态。除了干，这个阶段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对它的根进行培育。像这种下细上粗的桩，平衡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根上。金蛋子盆景形成一个基本的造型，再进入第2个层次的修剪，即控养修剪。这个阶段主要是控制枝干在造型范围内的生长，以光发闪果为主。金蛋子一般上盆2至3年就进入成熟期，盆景成熟期的修剪时间掌控是否正确，直接关系到它的开发结果。修剪主要是围绕发芽分发前后几个时间段进行。金蛋子的发芽分发因地域差异、种养方法等因素影响，难有具体的时间。发芽分发属于夏秋分发型，大致在每年的8至10月份。在整个修剪阶段，春季的修剪要剪掉一些影响造型的枝条。春季生长旺盛，要控制整个盆景的平衡生长，要剪短强势枝，促进新枝的萌发。春枝生长出来后，要适当的进行疏剪，枝多凌乱影响造型，也消耗过多的养分。留下来的枝不要再进行修剪，要让其逐渐末子化。在这个阶段，要对金蛋子盆景进行控水摘叶处理，要避免枝的徒长，使叶变小，增强它的观赏性。这一过程很关键，直接关系到夏秋修剪发芽分发的形成。进入到秋季后，对已经末子化的枝条再做一次修剪，每个侧枝留2到3个枝节，这样就为发芽分发创造了充足的条件。修剪要结合补充肥水，对生长不旺盛的金蛋子盆景，春季的修剪主要是补充有机肥。我使用的是防肥。金蛋子喜酸性的土壤，补充酸性的物质，改善它的土质，提高它的抗性。使用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。夏秋修剪后补充的肥料以磷钾肥为主，用磷酸二氢钾进行浇灌或者是喷施。补充磷钾肥有利于发芽分发，同时也提高坐果力，少掉果。对金蛋子盆景早施磷酸二氢钾肥料要比开发后喷施的效果好，道理是根比枝叶吸收能力更强。如果要进行喷施，最好在晚边进行，避免白天的喷施遇太阳伤到枝叶。这里再强调一下，金蛋子属阳性树种，除高温天气需要避免太阳的暴晒，全年生长必须接受充足的阳光，阳光才是形成发芽分发的根本。好了，关于金蛋子盆景的修剪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我是三七农场，我们下期见。